那今天呢，我们刚刚录完我们新的一期节目的视频。那现在我们的摄影师、我们的后期啊，大家都在一起做，我们可能明天要更的一期视频。因为昨天呢，有粉丝来私信跟我们说，张大奕在直播当中，吐槽我们有必要回应一下。本末测评这个，我其实说实话，我从现在为止，我都没有点开看。然后，其实我对他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是觉得，一个人在评价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首先他要有资格。就是有时候我也看了一些的小片段吧，就是觉得有点搞笑。对，就是有点搞笑，就是我觉得他有点醉。如果不是因为我现在是公众人物，我肯定就骂他了。就很多设计师看了会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觉得很多就是怎么说呢，哗众取宠也好，或者怎么样，或者就像设计师有一个设计师，我来看镜头说会不会诚恳一点？就有设计师会觉得说，自己的努力啊这些，其实不光是姨妈一个人，还有我们其他的人，他们会觉得很不被尊重，并且自己很认真。所有的同事都会觉得，因为对待的东西怎么会被你们这样子的来进行一些东西？比如说他有提到那些衣服粘毛啊什么，就嘻嘻哈哈太多，但大家都知道，其实几千块钱搭一粘毛，你应该用。没有，我觉得如果你是从专业人士去测评一件衣服的话，首先你得比我专业，你才有资格去测评别人。如果说你以那种粘毛起球来去测评网红的店铺，就觉得你是网红我就要开黑你的话，我觉得是特别的不公平。前两天有那个你还记得吗？因为像粘毛这种，就是真的是为了黑而黑，就是非常的没有那个。首先我专不专业，我觉得这个不是他说了算。我们本末测评一直以来，我们用事实说话，我们用铁打的证据来表明这件衣服到底质量如何。我没有作假，我们很客观来讲每一件衣服，每一个网红。我们不单单只是说针对他张大奕。其次呢，我在测评的同时，我也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背后不是什么大公司大企业，我也没有什么金主爸爸，我也没有什么靠山，反而是他们背后什么几十亿的大公司大企业。那我呢，只是说站在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的一个角度，我们来讲出作为一个普通的购买者我买了你的衣服，我的一些看法，我的感受，请问我怎么就没有资格去评论了呢？那照他这个意思，我相信他所有的粉丝买他衣服的人，基本上个个都不专业，那肯定是没有他专业。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他们这些人买到假衣服以后，就只能是自认倒霉咯，甚至还要说，我感谢你卖假货给我，卖这种次货给我咯，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没道理嘛，对不对？他这里说一句话没说完，那我可以理解，感觉好像后面一句话没说完是说那种棉毛起球，你知道可能几千块都这种表情。然后张大奕接着说，我们以棉毛起球来测评网红店铺是为了黑而黑。言下之意呢，就是说很多这种衣服都起球，甚至几千块的衣服也都起球，我们不应该去拿这个来黑他们。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不用我来回答，我觉得很多大家都可以去翻他的微博的评论以及去看他买家的这个评论。那我花了钱买了这个东西，它不值这个价，我就有权利来吐槽它，我就有权利来批评它，这是我的权利啊，这是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最基本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当然了，对于张大奕这种大网红是吧？那每天卖出那么多衣服，在微博上我们看到，吐槽他的人多了去了。我觉得他早就习以为常了，他就觉得这种起毛或者质量差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要特别的针对这些网红去吐槽他们？因为这帮网红的销量非常大，他们有非常庞大的粉丝。很多小粉丝呢，他们根本不懂，他们只知道说，这个网红穿很好看，然后这个网红说我们很真，我们特别质量特别好，所以呢，很多粉丝就不够理性的去判断，很多网红会拿这个来欺骗自己的粉丝，然后很多粉丝上当受骗不懂。我就是要揭穿这些网红他们虚伪的面具，让你们知道网红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你比如像张大奕这种网红，他们的销量甚至比一些国内的这种一线的时装品牌都要大，但是你让他张大奕摸着良心说，他们卖的衣服的质量真的有这些品牌的质量好吗？而且我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都直播过我们的就是质量检测实验室，我们所有的色牢度都是色牢度、起球度、劈裂程度全部达到的国家标准以上。
所以不到达国家标准的，我们是不可能出货的。所以我就也根本不想回答他的正面回答他的一些问题。对，其实有些东西你是可以看的。有一个微信公众号，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就是讲好像他们拿去国家质量监测局去检查那些成分，就那个，这些我觉得你专业的去拿去查，全部都是 OK 的。你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嘛。大家都知道，很多网红呢在拍照的时候穿的是人家韩国那种正版，然后拍完照呢自己生产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跟那个原版完全是没有太多关系啊，面料啊色也都差很多。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那这个呢并不是说什么照片我们修了，可能照片我们有一些差色，根本不是这回事儿。它就是说一个正版，一个他自己抄的。还有呢就是说很多网红呢他们因为量特别大，所以一家工厂呢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销量，这种网红品牌都要找好多家工厂来为他们代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每一个工厂他们的工人他们的这个定位都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制作标准根本不可能一模一样，没法统一的，这个避免不了。每批货比如前300件它卖完了，后300件还要再补，这个时候可能面料都不会一样，因为有时候那个面料又恰好用光了，那你只能用一些新的面料来代替，这个问题都是存在的。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就是张大奕他们家的现象，我只说这个问题一定是在网红圈中存在的，而且是真实的，这个是我没有欺骗大家，大家可以去调研的。当存在这些问题的情况下，你们觉得这种检测还有什么意义吗？我再举个例子，前段时间那个三星 Note 7爆炸，然后出了问题以后全球都回收，那唯有中国不回收。当然这个我们也吐槽了，我们也什么抱怨了，但是也没什么用啊。像三星这样的大企业，他们在中国难道说没有经过质量检验吗？不可能，对不对？它必然是也要经过，但是经过了，通过了，为什么还是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呢？难道这个问题他们不慎重或者检验的不够严谨吗？不可能，对不对？那什么问题？一件商品一件产品，它绝对不是说你通过了政府的这个质检标准你就不存在问题了，这两码事。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他这么一说就认为这个是不可能存在问题了。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中国我敢说早就不存在什么地沟油什么毒奶粉就是因为质检它不能够杜绝，所以很多产品在后期的情况下出现什么假的伪造的东西，这已经是出现过好多例子了，而且还是大企业，还是名牌。另外我还有一个想跟大家解释了，张磊他们一直在提前说我们是国家质检标准，你听着是不是感觉好像是国家给你检验的，国家都承认你这个是非常好的？不是这么回事大家记住了，质检标准质检是第三方的商业企业来做质检，他们是第三方的机构，它不是政府的机构，你懂吗？他是自己开了一家公司，然后他拿了政府承认的这种质检资格，他们是收钱办事儿，他不是说政府检是什么意思？政府是不会向你收钱的，政府是有这个权利，他要检查你，大家一定要分清这个质检什么意思。那再者说了就算你的衣服通过了质检，好，你张大奕你棒棒的，你特别好，那质检公司有没有要求你把这个衣服卖多少钱？这个定价可是你自己来定的，对吧？一件市场上卖30块钱的衣服，你卖几百块，这个跟质检公司有毛关系吗？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粉丝都知道，这些网红特别喜欢抄袭那些独立设计师的品牌，因为他们很小，没有太多曝光量，所以你抄他的很多时候你发现不了，他们就这么过了。发现了呢，他大不了就删掉，或者是怎么样，不会有道歉，不会有赔偿，任何都没有抄你就抄你了。然后有些人呢会在下面批评他，他还在微博上回复说人家是版权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人家尊重版权，维护自己的版权，还变成婊子了。你一个抄袭的人，你变成正义了，我正义，你生气。我呢还就是要跟他们网红干上了，我就是要针对这些网红，谁让他们干的这些事情不知悔改不就是说像之前说某个大 V 说了他们不好，然后他们老板娘亲自带队来封杀来警告，最后禁言了一段时间吗？来我不怕，大不了就是他把我微博把我 B 站都封了呗，公道自在人心。